和面我们一直以来倡导棚光、手光、面光，为什么一定要做到棚光、手光、面光呢？那怎么才能做到棚光、手光、面光呢？小吃虽小，也有大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评论王老师。这节课就把为什么和怎么做给你讲清楚。面粉2，水1，这个比例做面条、面食最为常见。开始和面，记得水一定要分次加。每次加进去的水，首先不要直接触碰，用干面粉先把水量去覆盖，就这样不停地拌一拌，用面粉先把水吸收。你看面粉吃到水了，就成这种面絮了。继续朝干面粉的地加水，重复上面的手法和步骤，分批分次把水加完。这个时候你看整个就形成面絮了，没有多少干面粉了，因为你看都是用手指头拨拉的，手指头上沾的面，不是整个手掌沾面了。然后把这个面絮和盆底残存的干面粉继续搓拌，就这么拌着擦着，把盆边附着的面擦下来。这个时候用面絮摩擦力大，好把盆边的面擦下来。等你和成面团了，盆边附着的面就干了，你就擦不下来了。用面絮擦了盆，你看基本光，然后再去挤压，就像这样，用手指弯曲去压它，去踹它。意思是面絮抱团成团，二是呢，它会把手上沾的面粘到面团里去。踹一踹，把手翻过来，把手指头里面粘的面也粘到面团里去。慢慢你看你手上粘的面正反也就光了。这样呢，就做到第一步，手基本光了。为什么要做到手光呢？一，手上沾的面了，和面时总感觉不利索，不得劲儿。二，给人看着不干净不卫生，毕竟咱们做的是餐饮，手上一定要呈现出干净利索。接下来就上拳头压强大，使劲的踹面，同时提起面团，把盆边残存附着的面给它擦下来。这样呢，你看我们基本做到了盆光，是不是有强迫症，一定要把盆弄得光光的呢？其实从我刚刚进入这一行开始，我的师傅就是这么严格的要求我，当时也是有点反感。后来在师傅言传身教的过程中，我也就慢慢体会到了，这是一份对粮食的敬畏之心。他始终强调有时不忘，无时难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珍惜每一粒粮食，从最容易忽略、最基础的盆光、手光开始。盆光了，手光了，面你看还没光，封闭醒面，让面筋泄一泄，有利于我们把它揉光。醒一醒，你看面就松弛多了，上手揉就容易揉光。仔细看手法，要应用的轻松，一个手压坑，一个手往回截，同时拱动起来，直个一手一手的把它揉过去。较个个，继续把这半边也是压坑往回截，压坑往回截，就这样从里到外把面揉透。揉着揉着，你看它就变长了，怎么办呢？把它截一下。继续同样的手法，压坑往回截，让面在案板上拱动起来，一手一手的往过揉。较个个，继续，就是这样不停的去重复这样的手法。你看3、2下就把面揉得光光的、润润的。这样呢，你看我们的面也就揉光了。为什么要这么费劲的把面揉光呢？面揉光了，它的组织结构才是一个均衡整体的状态，面的延展性也就能达到一个均匀延伸的状态。这就是我们做面点要求的面光。所以盆光、手光、面光不只是技术上的要求，它也是餐饮文化的传承。